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美伊戰事大主題，我們會來關心伊朗的2大殺燒是鎖死了美軍，專門這一次打的是天價的美國的軍事武器，這當中包括了薩德 MQ9連環都被打爆，荷姆茲海峽還有紅海現在雙雙都被封鎖，兩線作戰會如何掐到美國的命脈？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苑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前，先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按下熱推薦。希望跟我們互動一樣，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會親自做回復。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歡迎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成為我們的戰友。今天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邀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美軍已經第13夜狂轟伊朗了，而且呢，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他連他的 B-1B 的戰略轟炸機已經正式的下場了。但是呢，伊朗卻反手攻擊，包括了在美軍的基地，而且這一次不一樣的事情是，他獵殺的目標變成了這種高價值的軍事裝備。美軍火力全開，能夠打垮伊朗嗎？還是會陷入一場泥淖當中，成為長期的消耗戰呢？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反手打的是美軍最昂貴的裝備，當中有什麼呢？包括了防空雷達，還有戰機的機庫，一直到無人機，全面下手，打眼睛斷翅膀的攻勢，真的能打垮美軍防線，出現破口嗎？最後等一下來關心到的2條能源命脈，從荷姆茲海峽到紅海，這個石油的價格可能因此狂飆哦，因為被掐住命脈，有沒有可能到$150一桶？美軍承受得起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做深度的剖析。這一場中東戰火，美軍已經連13天狂轟伊朗了。來看到最新消息是來自於美軍的中央司令部說，第13波攻擊正式展開，而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 B-1B 的這個轟炸機已經正式的出動了。之外呢，投入戰場就是要來削弱，包括了伊朗在這個荷姆茲海峽對於商船的威脅。川普進一步放話說，接下來還有另外一波規模超級大的史詩級怒火的一個攻擊行動，他更是強調說，接下來如果他一聲令下的話，以色列會在2分鐘之內可以到達，並且以色列就會加入在戰場當中了。那麼《華爾街日報》也特別爆料說，中東目前呢，我們看到美軍早就已經部署好各式的兵力了，包括數萬名美軍，還有超過10艘的軍艦，2個航母打擊群，甚至11艘的飛彈驅逐艦，還有這個我們看到的是海軍陸戰隊的遠征隊，都已經蓄勢待發在中東地區。來看到伊朗的部分，立刻做的反擊，除了針對於約旦的美軍基地之外，還包括了在科威特，而他命中的都是這些高價值的目標。先來看在美軍的這個約旦的基地哦，他打到的是包括他的薩德飛彈系統、愛國者飛彈、2架重型直升機 F-15，還有10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伊朗還說營區內有多人傷亡。科威特的部分包括了擊中1座電信塔、無人機、路邊的這一些邊境的通道等等，也同樣的，他說有部分的美軍人員受傷。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伊朗的戰略打的都是高目標、高價值的這些目標。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李將軍怎麼看伊朗現在專門鎖定這種高價值的資產背後的戰略目標是什麼？你知道作戰指揮官最重要一件事情，要了解他的作戰任務是什麼。所以我們來講的話，當一個指揮官，首先你要知道說是本身的任務，緊接着下來，你才能夠做你這個戰術目標的選擇。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伊朗現在革命衛隊他的可能的作戰任務有什麼？第一個，他是不是在殲滅美軍的有生戰力？我不認為他在殲滅敵人有生戰力，他不是以把你美軍這個消滅打死幾個人或者怎麼樣，不是重點。那他的重點是什麼？他現在最主要任務是借着戰爭將美國陷入一場泥淖之中，以為什麼？以為他自己後續在談判桌上面
爭取談判有利的條件。也就是說，荷姆斯海峽將來是我要掌控到，這是他戰爭的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在這個最主要目標在這個地方。所以依據這個目標，他就做他的戰術目標的選擇。他現在要選擇什麼戰術目標呢？第一個我們講，第一個是他最容易達成他的任務的目標。什麼任務？什麼樣的目標讓他能夠達成任務？他不是去打美國軍艦，我打不到嘛，對不對？我就打你約旦的基地，打你伊拉克基地，造成你美國在這個地方大量的軍事的損耗，讓你美國疲於奔命，造成你國內民眾的反彈，將你美國陷於這場戰爭的泥淖裡面，拖住你的後腿，不讓你走，這是第一個。所以他選擇的目標，我們看他打擊的是約旦美軍的空軍基地。第二個，他選擇什麼目標來打擊？第二個就是對我危害最大的目標，打仗你一定要打擊讓你危害最大的這種目標，將它消滅掉，不然它對你來講的話，之後會對你造成最大的危害嘛。那我們看到現在來講，你看看回頭去看，你檢視伊朗革命衛隊打擊的這些，是不是都是他對他危害最大？因為伊朗現在很明顯，他最擔心的是什麼？是美軍對他空襲。如果美軍我們不管是 B1B 轟炸機，或者是像去年的5月重錘用 B2 轟炸機，然後或者是說跟以色列聯手起來用這個戰鬥轟炸機，對他重要的橋梁、變電所來，或者是這個實施斬首作戰。所以第一個他打他的空軍，那我自己又沒有空軍，所以我最先優先選擇什麼？一定是你防空雷達。所以你看到現在打他的是防空雷達，然後打他的是这個制空作戰的措施。制空作戰不一定要到空中開飛機去打仗哦，我叫你機庫打掉，我叫你跑道打掉哦，你就無法制空作戰。所以第三個，他有選擇的手段很明顯的，他用什麼方式來打？第一個遠程的，他用導彈來打；近一點的，如果說在無人機的射程之內，他用無人機來打哈。所以我從現在整個美伊戰爭發生到現在，我個人認為說是不要小看伊朗這個國家，它畢竟是一個波斯古國，它有它的戰略構想。我們反觀，如果拿這個邏輯去檢討美國現在這場仗，是不是打得一塌糊塗？從頭你不曉得你在打什麼仗，你的戰略目標什麼？到底是要這個照他自己這個川普之前所講，是要這個解除伊朗的威脅，推翻他的政權，還是幫以色列鞏固以色列安全？沒有一個目標，你看不到他作戰這個目標，而且他的這種目標跟他作戰所採取的手段是不一樣。他作戰的手段用了什麼？去斬首作戰。對不對？去轟炸人家的發電廠，去打人家的橋梁，這就造成伊朗的民眾更埋怨、更痛恨了。那你沒有依據你的戰略目標來實施你的打擊範圍，所以我認為說是美軍如果跟美國跟伊朗從戰事發生到現在，很明顯看出來，美國來講是亂無章法在打一場仗。反而我們看伊朗，他如果說按照軍事邏輯來看的話，他有他的戰略目標，他有他的打擊手段，一步一步都按照他的作戰計劃來實施來遂行。好，所以看起來伊朗整體來說是比較有戰略這個節奏的。那現在看起來，那美軍的防空系統的部分呢，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建立了超過這個幾十年的最強防空體系，難道現在真的是被打破了嗎？那幹哥怎麼看？好，那最昂貴的就是薩德系統。薩德是終端高空防禦系統。就美國所有的系統裡面，大家認為愛國者是最耳熟能詳，對不對？可是薩德是真真正正那個要接受彈道飛彈攻擊的考驗的。那所以說，愛國者還不一定他完全要能夠遂行這樣的任務，因為愛國者是中高空，薩德是真正的高空，連這種系統都被伊朗給打掉了。我那時候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心裡在想，我們不是有很強大的電子反制系統以及預警系統嗎？美國人最標榜的就是我在你要打我之前可能1個禮拜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你會用什麼地方，會用什麼方式來打我，所以他的E3空中預警系統在地面上被摧毀了，那就很驚人了。然後他的薩德系統在約旦部署的，你知道一套薩德系統要多少錢嗎？都上百億美金的，一枚薩德飛彈幾乎就要達到了500萬美金的，所以大家曉得，連這種系統你都能夠被摧毀掉，這幾十年來美國標榜的系統好像一夜之間出了問題，他也不能說它失效，那它怎麼會有這麼精準的坐標？我就直接想到哪裡了？我就直接想到，又是我們中國提供的技術資源了，一定是中國。
它可能有部分俄羅斯的系統，但是中國所提供的系統一定是後面最大的支撐力量，不然你不能那麼精確的。我剛剛講約旦那些被擊中的美國的薩德系統、愛國者防空陣地，那另外還有2個地方啊，這2個地方你就覺得很妙啦，它叫做費塞爾國王空軍基地，還有一個叫哈桑王子空軍基地，這2個基地我們可能一般人都沒有聽過，結果它精準命中，命中以後，它擊毀了一個 F-15戰鬥機的維修廠。哎，你不是光打那個跑道，你要打到那個維修廠，那不容易。再來，擊毀了8架 MQ-9死神無人機，這些東西加起來，我就覺得很疑惑，為什麼？因為這個叫精準打擊。依照現有的伊朗的彈道飛彈的精確度沒有那麼高，但你怎麼打得到？這就是我最懷疑的地方。所以現在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跟以前不一樣了。那你現在接下來再打，川普現在雖然經過了眾議院啊否決，說你不可以隨便派兵，結果後來參議院就說，可以了，可以了。結果參議院否決了眾議院，你知道嗎？其實這些都是表面上的，這都是象徵意義。實際上，川普要做什麼，他用總統的命令還是可以做的。對。但是他現在發現，這個損失好像很嚴重啊。能不能夠再發動他所謂的要讓伊朗更痛的大規模打擊？我真的很懷疑。好，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都是在空戰的部分哦，這個美伊雙方互轟。如果來看到，請這個苑老師幫我們看到海上的部分。其實現在我們要特別關注到的就是2條的海峽都被封鎖住，不管是我們先前提到的荷姆斯海峽或者是曼德海峽。我們先來看到現在最新的消息是《金融時報》的報道，2艘希臘的郵輪其實他們試圖要沿着阿曼的海岸通行，卻遭到伊朗的飛彈攻擊。這是美伊雙方停火之後第7次的第7艘船被攻擊的商船。那目前呢，伊朗到底放了多少的這一種小型的艦艇在荷姆茲呢？目前最新統計是創下紀錄85艘，所以整個海峽幾乎沒有人敢做通行了。美國退役的海軍他預估說，美軍接下來必須連續數週，而且每晚達到200次的空襲，之後還要有這個2到3艘的軍艦護航，才可能恢復商船在這邊運航的一個信心哦。再來就是另外一線紅海的部分，我們來看到伊朗，他把他的革命衛隊的高層，還有飛彈設施、無人機技術都送往也門去強化胡塞對這邊的影響力。而油價的部分，現在大家最擔心，因為已經破了$100大關一桶，有沒有可能站上$150？這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說法，也會影響到全球的能源命脈、油價的部分。那苑老師怎麼看？剛剛主持人所講的這些重點呢，牽涉到3點呢，非常重要，涉及到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啊，這場戰爭從頭到尾的話呢，也語言不詳，毫無目的，打停打啊 ，MOU 才剛簽的，我自己還花了一些腦筋記着14條，現在突然就馬上取消了啊！這個我跟你講，這真正莫名其妙。首先第一點呢，這個大家要了解啊，這個伊朗的話呢，對於這個荷姆茲海峽原來是自由通行，現在變成我主導。我知道，不管收不收費，反正服務費收定了。你要過阿曼海峽，那個阿曼那個地方的話呢，是過荷姆斯海峽。那你希臘船沿着阿曼過，照打不誤。這個訊號非常嚴重。是。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所有的這個船呢，你看這邊所講到的話呢，就是連黃金啊、飛彈啊、設備啊什麼的、軍人啊什麼的，通通都派往也門的胡塞武裝。我強調哈，也門進去如入無人之境，也門是一個伊朗的敵對國啊。那胡塞是也門裡面的叛亂組織啊，現在提供也門的叛亂組織如入無人之境，表示這個情勢多混亂。現在也門的這個胡塞武裝裡面所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說他要鎖住紅海另外那邊。為什麼這個紅海這邊這麼重要？因為它是曼德海峽。大家打開地圖一看，就原來的話呢，中東波斯灣產油的大國是沙特，沙特的油透過紅海還算是勉強可以出來。現在沙特的話呢，也門這個叛亂組織胡塞警告沙特不能夠經過，所以沙特就嚇到了，就不敢經過，不敢經過整個波斯灣2條海峽，一個荷姆茲，一個曼德海峽，鎖得緊緊的，一滴油都出不來，沒有油船公司敢再繼續送油的。那在這種情況出現了第3個問題，大家知道油價吧？現在已經估到多少？原來我跟那個我自己做私募基金講，他們估的油價就是180，
那現在的話呢，你剛剛講說是可能150最高150，那個時候是想到那個 MOU 大概有點希望了，降到80不到啊。那現在一下子 double 了。那我問大家，世界的經濟哪裡受得了？我們講我們自己就好了嘛。講我們自己裡面涉及到了油氣，那這個還得了？那個台灣夏天的時候可以洗冷水澡，你到了冬天怎麼辦？那看樣子這場戰爭不會結束的。所以說這裡面整體，而且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伊朗真的是卯足了勁，把他所有的反抗之父全部搞起來。最近聽說以色列殺了那個哈馬斯，殺了個半天，哈馬斯又起來搗亂了。對，好像還得了，都沒完沒了了。那這個中東沒完沒了以後，這個油怎麼辦呢？我跟你講哈，這個只有靠這個大陸是沒有問題，那靠俄羅斯的油嘛，所以這個情勢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煩，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知道下面要怎麼辦。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今天帶觀眾朋友來持續關心在軍事的新聞哦。中國大陸的093改良核潛艦震撼的曝光了。等一下我們會來看到這一艘這個新的核潛艦哦，它有哪一些戰力？重點來了，它是無聲無息的可以獵殺美軍的航母嗎？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看。2030他們也預估了這個潛艦可以反超美國的數量。海底霸主會全面易主嗎？今天會來看一個深入的剖析。好，來看到是美中的海權又出現了一個新變局，尤其是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的這一張照片，是在上海的造船基地附近的最新衛星影像。好，這個新型的潛艦，等一下我們也會 roll 畫面給觀眾朋友來仔細看哦。最大的變化就是它的艦橋大幅的縮小了，然後呢，它整個船體更加的流暢，所以它的優勢是什麼？它可以進一步降低在海下的這個航行的阻力跟水下的噪音，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提高它的匿蹤功能，也代表說更難被美軍的反潛機啊、聲納浮標以及它的核潛艦給偵測到。那這個最可怕的事情是因為美國會很緊張，因為它的水下的攻擊力哦，對它來說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過去數十年，美國的海軍能維持霸權，靠的就是它擁有這個很完整的航母打擊群。那另外呢，也有這個守護航母的這個攻擊核潛艦的部隊。我們來看到日本的海上自衛隊是這樣說的，他說093系列未來最重要的任務，可能就是可以伴隨航母來做遠航，甚至接下來就可以威脅美軍航母的打擊群了。好，新的這艘航母的戰力有哪一些比較值得關注的部分？對於戰力來說，可以有多大的提升？尤其等一下請酈將軍帶我們特別關心，靜音性真的能大幅突破嗎？再來搭配這種反艦飛彈、重型魚雷，對於美軍未來航母有多大的威脅？酈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日本這個海上自衛司令他講說這艘新的潛艦是093，錯，我不認為是093。我覺得日本講這話有一點酸故意說還是舊型的093，我認為可能是097。097，為什麼我認為是097？第一個這個093跟是095這兩種款式是已經是中共解放軍這個已經出來，大家都已經知道的這種攻擊型的核潛艦大陸解放軍他們攻擊型的核潛艦093、095。那如果說是戰略核潛艦是雙位數的雙號是094跟096。那這艘潛艦跟093、095完全是不一樣，完全是一種新型的構體。還有它的長度也不一樣。這艘潛艦目前大家從衛星上面觀察，它的長度是120公尺那麼長那原來093跟095都已經出來的，它的長度是110公尺，它比原來的這種攻擊型潛艦還多了10公尺。所以我個人研判是不是解放軍有新型的097已經橫空出世了？尤其是說它的這種
我們講潛艦上面那個指揮塔，我們軍事術語叫它叫做帆罩哈，那個指揮塔，因為它這個帆罩做的特別低小哈，特別小。那整個構型來講有很大一個改變哈，所以我認為說極可能是全新的一個設計的097的潛艦。那第二個美軍來講的話，他很清楚，如果說在水面的戰力已經沒有辦法，很難將中共的解放軍嚇阻在第一島鏈之內。這個包括赫格塞斯他都承認啊，美國戰爭部部長他就講說，如果說在開戰第1個小時之內，他們水面戰艦可能承受不住，中國大陸他們東風17啊，這種陸對基地的導彈，還有055這種055大驅的這種飽和式的攻擊，可能承受不住。所以美軍現在積極在發展什麼是水下的戰力。我們看到，他譬如說，讓日本去發展它的蒼龍級的這種潛艦哈，這個，然後讓澳洲在南部這邊來講，叫澳洲用奧克斯的潛艦，給它做核潛艦，希望讓奧克斯來這個在南海那個地方來嚇阻中國解放軍啊。那為什麼我講說這個美軍他們很急呢？因為從奧克斯的發展就看得出來，奧克斯本來是美國答應幫澳洲建立新的維吉尼亞級的核潛艦，但是美國發現已經來不及了。因為大陸來講，它的潛艦發展速度太快了，它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現在美國是用將舊的維吉尼亞級潛艦這個先賣1艘給澳洲，當然澳洲就很不爽啊，我拿的是新鈔票，你怎麼賣給我中古艦呢？澳洲是很不爽。但是從這個過程之中，你就知道，事實上美國是非常着急，他來不及造出他的新潛艦。那水面下作戰，我跟各位講，水面下作戰一定是潛艦對潛艦是最好的這種武器。那解放軍現在來講，他也在積極發展他的水面下的戰力。那準備不管是未來他要護航他的航母戰鬥群出第一島鏈啊，甚至到第二島鏈去，或者是在水底下跟這個美軍來一個對抗。那如果說有這種攻擊型的核潛艦，我覺得它將來突穿的就不是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它就有能力，因為核動力來講的話，這個續航力是沒有期限的哈，所以它極可能就在太平洋的中部，譬如說夏威夷群島那個地方，然後那時候所謂的這種區域拒止，就不只是區域拒止，在第一島鏈之內區域拒止，它可能遠在這個太平洋中部那個地方哈，就可以在那邊對美軍的這種航母打擊群構成威脅。那如果說美國航母打擊群要來馳援這個第一島鏈這邊的戰爭來講的話哈，極可能在那邊你就要考慮到說有這種新型的核潛艦埋伏在那個地方，準備對你伏擊。所以我認為說，假如說這款潛艦真的做出來，對美國的航母來講，確實是構成很致命性的一個威脅。好，如將軍幫我們特別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核潛艦，除了它的技術上面做升級，另外就是它的造艦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那遠比美國還要更快很多。所以美國的國防部這邊也做了一個具體的一個預估數字，它現在最新的數字出來是說，2030年他們預估呢，大陸海軍潛艦數量會增加到75艘。那我們要知道，美國現在只有69艘哦，所以很快的，是不是2030年就代表會正式的超越了呢？等一下，請幹哥來看。那也如將軍剛剛特別幫我們提到了，核潛艦的話，它的威脅就不會只是到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甚至到太平洋地區了。這對於美國的威脅，那幹哥又怎麼看？好 ，OK， 好，剛才李將軍說了097潛艦啊，大家會覺得很新穎。對，好，097潛艦叫秦級，秦朝的秦，所有的潛艦，中國潛艦都是以朝代來劃分，097叫做秦級。那小林正道，也就是前自衛隊的那個潛艦指揮官，他說可能是093B， 或者是095型。093叫做商級，095叫做隋朝的隋级。那因為它的讓人家驚訝的地方是，先看到的這張照片是這艘潛艦沒有帆罩，所謂的帆罩就是指揮塔，沒有指揮塔了，沒有指揮塔是非常非常新穎的設計。大家知道，我們看到那些2次大戰的那個潛艦戰爭的那個影片，那個艇長一定要爬到那個指揮塔上面看看，哎呀，敵人的驅逐艦還在不在？現在沒有了指揮塔，我想請問你一下，你怎麼做？你怎麼觀察敵人？告訴各位，指揮塔也就是那個帆罩，就那個凸起來的那個部位，它要裝很多東西，它要裝光電軌桿，它要裝潛望鏡，它要裝
這個通訊的那個電塔，你把那個煩躁整個拿掉，那東西要裝到哪裡去啊？所以這叫做技術大躍進。哇，中國095潛艦不要這些，那還得了啊？那你要怎麼辦？縮到船身裡面去嗎？那恐怕在目前我們所知的技術範圍之內，可能做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美國你真的要很害怕。問題是我們現在已經有實體了，已經在上海的那個江南造船廠，我們已經看到實體了。它沒有煩躁了。是。那我這些所有重要的光電感測器，通通收進去了。那可見得中國的技術不是日進千里啊？是萬里啦。很可怕。而且這艘船夠大，為什麼？120公尺，估計9000噸，這麼大一艘船。那剛才酈將軍講的秦級啊，是專門它的那個等級是對付美國的海狼級的，海狼級是美國最高級的，所以現在只有原型還沒有做出來。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做出095型的這個沒有煩躁的，這個叫什麼？這個叫做隨級，它已經做出來了。所以你就曉得說。那這個隨級是大概要相應美國的維吉尼亞級。好，我們回到剛才你問我的那個題目，到了2030年，我們中國會有75艘潛艦，對不對？這裡面有一個盲點，為什麼？因為美國會不斷的減少，現在有69艘，到了2030年可能就不到60艘了。所以我們會變成75艘。可是你會說數量我們會越來越多。不是用數量來比的啦，要比的是整個潛艦的性能。我剛才前面講了這麼久，就是告訴你說，如果隨級潛艦能夠突破它的技術瓶頸的話，那將來它可能比美國潛艦還要優秀，這才是美國真的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最後我們也請苑老師帶我們看一下，目前其實如果來整合中美之間他們的整體的工業量能，也就是造船的工業量能來做一個比較的話，現在有一個最新數據來自於美軍美國海軍自己公開的數字，他說中國造船的產能已經達到美國的232倍。那目前呢，光是上半年中國新接的船舶訂單拿下全世界是佔了80%，意思就是說，現在全世界裡面有10艘船的話，8艘是來自於中國制的。那另外，美國還有更擔心的事情是中國推動的軍民融合的模式，也就是說，平常這些船是用來做商用的，但是如果到了戰爭時期，就會把這些船改拿來做軍艦、補給艦或者是核潛艦等等。再來另外一個事情，美軍也很擔心的是，大陸它的船廠還可以分工來做生產，所以從這幾個部分來看的話，未來的競賽會不會是比一個中美之間在軍事海上的一個工業實力？苑老師怎麼看？我先講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呢，就是國家的國力分成軍用跟民用他們之間是互通的這個我們都知道，甚至於包含的話呢，你住這個地點什麼的話呢，平時就是你住的房子，暫時的話呢，就是一個堡壘什麼，這個都是互通的。那麼我們現在強調是國體整體的國力，大家知道嗎？美國在2次大戰發生的期間，一開始從偷襲珍珠港之後的話，竭力恢復，就是把美国的全部的民用生產力全部拿成國力。那個時候，美國1個禮拜可以造出1艘驅逐艦了。那如果1個月就可以搞出1艘航空母艦了。美國到最後2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航空母艦145艘啊，這不是開玩笑的。好，我現在分成大陸之間的這個造船能力的增強這個我剛剛講到說，這全世界80%是中國船的話，這不是談訂單的問題。首先第一個技術上的突破，大家還記不記得原來韓國德意說中國造不出來 LPG 什麼的這個船這個就是說運送天然氣的這個技術完全突破了。這個就完全突破。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大陸本身在這個成本上、人才上、技術上，以及長期來講的話呢，軍用民用的混合上來講，都是早就構成了這個準備。這2點都是美國無法比較的，一個是技術，一個是成本。還有第3個部分的話呢，大家要搞得清楚大陸本身來講就是把所有的全國的國力，因為剛剛聽到我們幹哥在講到說是那個隨級或者說是秦級，它裡面的話呢，就是沒有那種我們叫船艦我那個專有名叫什麼造塔什麼的煩躁。我們學哲學的不懂那麼多，但是我們可以了解到，它裡面是雷達呀，什麼稀土的需求一樣都不會少它是把所有最新的科技全部裝進來，
然後第4點，我要強調什麼叫做核能潛艇？大家記不記得前不久那個巨浪3才剛發過，核能潛艇的功用是你要搞死我，我把你全國幹掉，它只有做最後的保衛的措施。所以核能潛艇真的不是在比多，而是比在說你挨了核彈的攻擊以後，你要升起來的話呢，巨浪3、巨浪4就一起飛出去。那個时候就是它是一個威慑的力量啊，這個非常重要。那你現在好，我們现在講到美國，我剛剛講了一大堆，美國的話呢，成本非常高。美國的技術的話呢，遲遲不前進。而美國本身來講的話呢，長期啊，其實今天講到美國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從蘇聯垮台以後，美國自己志得意滿，就是連我們哲學界都有那個福山講到說歷史的終結，那就都不用再搞了 ，F-22都停掉了，才突然發覺大陸基本上是一個圍殺的行動，就是用各種海陸空軍各方面的話呢，就告訴美國，美國現在要追起來的話呢，在成本上、在人才上、在技術上、在材料上都不會是對手的。我真的可以這樣子講，他時間是站在大陸這一邊，因為美國本身它發展的成本太高了。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我們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美伊戰爭燒出的美國經濟泡沫的末日嗎？會不會發生？我們今天一起來做評估。另外來看到的是美國現在油價狂飆、通膨失控引爆的股債雙殺，這是已經在真實發生的事情哦。殖利率上看10%，另外呢，大家這個空頭的部位已經創了16年的新高了。美股的泡沫會不會引爆？甚至有專家說暴跌80%，真的有可能美國經濟失控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會，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還早，留言寫2來跟我們做互動。先來看，今天會分2個部分，先看美國債市的這個受的衝擊重擊應該這樣講。另外就是美國股市受的重擊，美國債市的部分再度的拉起警報了，最新的市場動態，趕快來帶觀眾朋友來看。現在呢，美國的財政赤字持續的失控，債務已經破了一個新高，超過了39兆美元。國際油價的部分，剛剛講伊朗的部分就知道，現在壓力越來越大。再來就是它的就業數據並沒有現在看起來這麼的不好，所以呢，降低了聯準會降息的預期，所以呢，有可能接下來會打擊到的市場信心，所以我們看到投資人就開始拋售美債了，推升美國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30年公債的這個殖利率多次的突破了5%，也創下了近20年的一個罕見的大關。現在投資人呢都在想說，我們現在買美國的公債，到底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避險的功能嗎？還是會造成更大的危機呢？到底能不能買美國公債呢？那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的擔心？其實美國公債部分現在承受4大壓力，趕快來看到細節。第一個呢，剛剛講了，美債因為現在的數字已經太高了，突破39兆美元，竟然佔 GDP 的比重已經突破100%了，而且呢，光是債務的利息要衝破了1兆美元，讓投資人非常的擔心。第二件事情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中東戰事，越來越多的金額跟經費一直花在這個戰爭當中。現在投入的成本，光是伊朗的戰爭已經375億美元了，數字換算新台幣竟然超過了1兆，而且美國還要持續追加600多億，這個成本越來越高了。第三個事情是 AI 的投資造成的金融壓力，大家也在看說 AI 會不會泡沫啊？而且你一直不斷的在發新債，到底能不能回本啊？這是第三個。最後就是總和了這3個一直在加的成本花費越來越高，所以引爆了現在債務過高的風險。大家也在看說美債的信用評等會不會被下調呢？種種的壓力之下，造成了這個美債的重擊，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苑老師怎麼看美債危機會不會逼近？我跟大家強調哈，美債是一個哲學問題。什麼樣哲學問題呢？就是說你這個人的信用非常好，信用好導致呢這個信用可以貸款多少錢？比如說我的信用的話就是台大教授
我要貸款的時候呢，一定比一個失業的人要高很多。為什麼要不到錢的時候，你跑到台大大門口講，你們這些老師他媽欠債不還，我們校長陳文章丟不起這個臉啊，就會把他叫起來，要處理這個問題，先處理再講，這個就叫信用。現在美國就面對這個問題啊，美國什麼問題呢？你這邊強調哈，我跟你講哈，你剛剛講的說殖利率上看10%，這個是亂講的啦，殖利率上看5%的不得了了。為什麼？因為你要拿殖利率，什麼叫殖利率？就是美國發行債務的時候，那個債本身有利率的。然後呢，美國因為它信用好，美國信用好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它的國債可以變成一個大家定位價值的一個基礎。就是美國10年期國債是所有定位價值，就是你想要求就是退休金的這個基金的話呢，他們就是確保。要有收入的話，就買美國國債，這個是他的信用好。那美國信用好的話呢，但是現在的話，你欠債欠到39兆的情況下的話呢，大家講的說，這個價錢往下滑，下滑的只好產生的利息叫做殖利率，這是第二種利息啊，這個不是美債的利息，這殖利率就是你的美債價錢人家越不要美債，然後它的利息越高，為什麼要鼓勵你來買？就是美國就在玩信用，就全世界也只有美國可以玩這個信用。說句良心話，美債要垮，沒有人敢講，因為美債一垮，全世界就沒有信用可言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的話呢，這個戰爭呢，我覺得有點浮泛。海格賽斯最近啊。大家的這個東西不是稀巴爛，是喊多少就多少。這個你每個預算都要有單位的，它突然就漲了快90億美金。這個在2月2號打到現在，就是才多少天？2月28，不到140天，你們亂喊這麼價錢，所以美國的那個國會他們就覺得說，你到底有沒有責任感？另外就是 AI 的泡沫。AI 的泡沫真正的問題不是在美國本身的 AI 泡沫，而是在美國目前面對了大陸的 AI 的追擊，因為大陸採取的策略都是開源的。你現在我最近的話，我今天要用這個 ChatGPT 的時候，那他規定，我覺得速度變慢變笨，然後跟我講說你每個月付20塊，我又繼續聰明起來。我就覺得開始要收錢，我趕快換那豆包去了啊！所以說這個是 AI 本身 AI 的問題，它不賺錢，不賺錢，但是投資量非常大。然後最後再講到說是在信用的問題。前面3個因素結合起來，發覺美國本身在用錢的過程中完全沒有責任感可言。這個沒有責任感可言的話，就是說你一個大財主，我就給大家舉個例子啊，就是說是那個有個電影叫《活着》嘛，活着那個公子愛這個賭博什麼的，每天簽賬，最後簽到什麼呢？最後他的信用是他那棟房子，最後那個房子就換人了。啊，那美國現在的話呢，就是那個霸主的地位，這才是美國真正跌下神壇的重點。美國跌下神壇不是他的軍力，而是他的經濟。好，那也請將軍來幫我們看，就是美國現在已經債台高築了，那他繼續又說要追加更多的金額用在這一場中東的戰事，會不會讓美國的財政的壓力更加的大？那酈將軍又怎麼看？美債問題不只是哲學問題，也是軍事的問題。這個為什麼我這樣講呢？你知道美軍、美元、美債是美國之所以保持它強盛的這種3大鐵三角。我們知道，以美國它有一個強大的美軍它就可以提供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安全的維護。那基於我可以提供你全世界安全維護，我當然就可以發行我的美債，然後全世界都會去買它的美債然後借着美債就維持它美元的霸權。我們講個很簡單的例子，譬如中東現在為什麼這個美元可以維持這個霸權，就是因為它跟石油掛鈎嘛。那為什麼波斯灣地區的國家願意用美元來買石油，就是因為美軍嘛。所以我覺得美軍、美元、美債這是3者合一的可是這3者合一雖然說看似鐵三角，其中只要有一個這種破口破的話，我跟你講3個會一起垮台，因為這3個是互相依靠的。那現在軍事來講的話，美軍像這次伊朗這次戰爭就造成美軍來講的話，在軍費上面繼續的持續的債台高築，包括赫格塞斯他在眾議裡面。他接受這個聽證會的時候，他都講這次光伊朗戰爭成本是375億美元，那後續來講的話，他還要再追加670億，那已經是上千億美元了。美國1年的國防預算來講的話，也不過是1000億美元，為了打這場仗，你等於就耗掉國防部這個美國國防部1年的財政預算。那你這種財政預算，你這個錢從哪裡來？你還是要去借錢嘛，最簡單的道理去借錢嘛。那為什麼這次的戰爭讓美債會面臨那麼大壓力？當然，因為這場戰爭，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美國要借更多的錢
來供養他的軍隊，來買他的武器。第二個就是推升油價嘛，這伊朗戰爭因為油價的推升，就容易造成通膨的失控啊。然後尤其是現在，我覺得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啊。原來還只有荷姆茲海峽被封鎖，那每天全世界大概能源來講，有1/5要從荷姆茲海峽從這邊出去。那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之後，我們造成在前一波3月份的時候，每桶原油都已經上漲到120、130以上了。那如果說現在更嚴重的，如果說是伊朗慫恿他的這種小弟這個胡塞組織把曼德海峽也封鎖，那我跟你講，那油價一定是更是飆升。為什麼？因為我們看一下，沙特是最大的產油國，它原來的油都從哪裡出口的？從这個波斯灣那邊、北邊那邊出口的。那北邊那邊荷姆茲海峽走不通之後，它將它油運到南海這個港口這邊，從紅海這邊再走曼德海峽出去。那萬一曼德海峽也被封鎖住，等於是這個沙特來講，它沒有一滴油出得去，那一定會推升這整個通膨，推升通膨的結果就一定怎麼樣？一定會美國 FED 一定會這個升息嘛，這是最簡單的這種道理。如果說 FED 升息，美國現在以高達31兆國債的狀況，它的利息支出會更多哎，它現在每一年大概就要光付這個利息就要1兆美元。那如果說是這個 FED 在升息，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每天逼着這種 FED 主席要降息就是因為他的這種國債太高，所以這場戰爭很明顯的讓美國，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吃不消了。那你在這種軍事上面，你後續來講，你怎麼去發展你所謂的金熊計劃啊，或者是你 F-47戰機啊，或者你的川普戰艦，我覺得這些都對美國來講真的是在做白日夢。我覺得後續來講，你沒有錢，你就根本就辦不了這些事情，也沒有國家會再敢把那麼多的錢借給大家。後續來講，我們看得到，可能就開始在拋售美債。好，我們現在是看到的是美國的經濟雙線重擊。剛剛看到的雙線之一的第一線就是我們剛剛談的美債，那第二線的重擊就是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美股。美股確實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承壓哦，尤其在23號，光是這一天，美股的7巨頭市值一天之內蒸發了7900多億美元，創下2025年4月關稅戰爆發之後最大的一個跌幅。這當中科技股我們看到了，包括 Alphabet 跟特斯拉第2季財報因為表現不好後領跌，股價分別重挫7%、14%。特斯拉一天市值噴掉了2000億美元。現在全球包括在美國的股市的部分這個他們的避險情緒升溫之際，美股空頭壓住的規模也創下了2010年以來最高水準，逼近金融海嘯。這一位是萬年空頭的專家胡斯曼，他警告，如果 AI 投資持續的降溫，他認為說美股會處在歷史上現在看起来是最投機的一個階段，未來標普500可能最壞會重挫75%。而如將軍剛剛幫我們特別看到的，如果美國的通膨在持續的升溫的話，會迫使聯準會做出一些動作，到時候美股可能面臨修正，而且幅度專家說高達80%的一個修正幅度，非常的可怕。幹哥怎麼看？就昨天呢，一天之內蒸發快8000億美金，7大科技股全面重挫。哪7大？你通通都曉得，好不好？亞馬遜啊、蘋果啊、Alphabet 啊、輝達啊，還有最厲害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一家虧掉2000億美金。我跟你講，在那個馬斯克的眼中，2000億對他來講，那根本就是什麼金錢遊戲，是不是？是不是這樣子？不然的話，他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事情？一天之內重挫這麼多，所以現在就很多專家就警告他說：“我跟你講，大家不要再去追那什麼，去追那個很多幻想的 AI 概念股，你應該要把投資風險分散在估值比較低的企業。果然，估值比較低的企業，他們看漲。我剛才講的那個7大科技股通跌，對不對？有3家上漲，哪3家 ？SK 海力士，還有哪裡？美光，這種公司，它的股票上來，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叫做賣產值的，在他們股市的那個術語裡面說，這些公司都賣產值的，什麼意思？你知道？就賣產值的，就是說他們就是做最基礎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會去編織 AI 的夢想，所以像 SK 海力士、美光。他們反而是
反彈了。那他們賣什麼產值？很簡單，他們就是高階記憶體晶片，對不對？他們就是專門做這樣子的。他們不會去編織一個夢，他不會像馬斯克一樣去說，我跟你講哦，我現在要投資4000億的 AI 算力中心，在哪裡？4000億美金的 AI 算力中心，當然它蓋成了以後，它可能真的是 AI 裡面的一個巨擘，但問題是在之前他所說出來都是夢，難怪胡斯曼要講這個話。胡斯曼是何許人也？胡斯曼是華爾街非常有名的一個專門做空的專家啦。坦白講，他在1999年的時候預測2000年會發生網絡泡沫化，他的預測完全應驗了。當時他就講，他說這個已經是在歷史上面美股不正常的高點，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2個字叫做投機。他今天又講這個話了，胡斯曼他又講了，所有高科技領域的公司跟企業，他們都在投資這個什麼？他們都在投資這種不實際的投機的。AI 是非常非常大的人類的這個科技的進步，可是，在你讓它成為一個可以賺錢的工具之前，這個市場已經嚴重扭曲，所以標準普爾將來會跌掉75%，他直接預測標準普爾跌掉75%。然後呢，美國通膨的惡化會使聯準會一直維持高利率，然後美股會有80%的跌幅。當然，胡斯曼被其他的專家笑說，這個人從頭到尾就在你知道危言聳聽。我跟你講啊，他每次講出來的話都嚇死人。如果真的照胡斯曼這樣講的話，那大家都不要活了。可是你再想一想，胡斯曼講的也是有一些道理啊。他說為什麼你知道？我告訴你，現在這個赤字都建立在誰的身上？你知道嗎？建立在政府在支撐，建立在美國的一般家庭的消費在支撐。還有呢？還有就是你們沒有看到的，在背後大家都是用什麼？知道？就是用一個很美麗的股市的那個表象來支撐這個虛假的泡沫。然後哪一天如果說 AI 泡沫真的發生了的話，他也不會覺得很奇怪。所以他是嚴重警告，美國的經濟的虛實，並不是我們外表所看到的那麼的實在。也就是如果川普再這樣亂搞下去的話，那必跌，而且會跌得很慘。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南海現在面臨邊緣開戰了嗎？中國大陸的水炮驅逐菲律賓的船只，而中俄的艦隊另外一方面正在出海，美國被拖入了多線戰局當中，美菲會不會啟動所謂的防禦條約？恐怕踩到紅線失守呢？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來看到南海現在最新的一個衝突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船跟菲律賓的船只呢，在黃岩島仁愛礁附近海域發生了這一起衝突，中國大陸是立刻出動了大型海警船，並且採取了水炮驅離，並且近距離的逼近，攔阻他們的航行。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好，這個是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用水炮驅離菲律賓的這一些補給船，並且近距離逼近，攔阻它的航行的最新畫面。而針對於這一起事件，我們看到中國海警說呢，是菲律賓的船只自己無視警告進入中國認定的管轄海域當中，所以他們採取的是必要措施。菲律賓的反應是，小馬可仕緊急召見了中國駐菲大使，
他說呢，菲方希望恢復雙邊好好的一個溝通機制，不要擦槍走火了。但是我們現在也要關心到說，這一起事件會不會踩到所謂的美菲的共同防禦條約？因為美國其實過去多次的警告，如果菲律賓的軍方、公務船或是他們的這個飛機受到武力攻擊，他們會來啟動防禦條約。現在請教幹哥怎麼看？首先是怎麼看這一起衝突哦？這個中菲之間的衝突。第二件事情就是有關於這個條約有沒有可能真的啟動？那中菲會不會他們的這個衝突再升級？幹哥怎麼看？這個比20號那個在那個仁愛暗殺那個發生的衝突緩和多了。哎，我們海警船根本，你剛剛看到畫面，那個水炮根本沒有打在他們船上面啊，把它打在旁邊，也很客氣啦。為什麼？這次你看，我跟你講。菲律賓有2艘啊，他們派2艘那個漁業局的公務船幹嘛？他們就是把那個食物跟油料送給在黃岩島附近的漁民。那幹嘛在黃岩島附近的漁民呢？對，小馬可斯也很聰明啊，派漁民去啊，看你怎麼樣啊，對不對？總不能用水炮攻擊我們漁船吧，對不对？所以說他們那個公務船是送食物過去的。好，我們的海警船好也不攻擊。也不直接攻擊你，就把水炮打在旁邊這樣子，所以剛剛看到的是已經非常收斂的那個舉動，比20號在那個仁愛暗殺，有一個菲律賓兵不是頭被打到嗎？對，說我們打的沒錯，可是老實講一句，那個就是我們的土地啊，那你跑來，那我用木棒打你就不錯，我又沒有用飛彈打你，對不對？所以2件事情不一樣，那你就說。黃岩島本來就是我們固有領土啊，那你菲律賓每次都這樣搞，仁愛暗殺那艘船，上次20號為什麼那個菲律賓的兵會被打？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把那艘已經快要破掉、已經快解體的那艘登陸艦，大家還記得那叫馬德雷3號？他們竟然送東西上去要加固啊，要把它就是說把它弄得更緊啊，不能讓它沉沒啊。所以大家就曉得說，你要這樣子做的話，那我們就不客氣了。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畫面哈，你看小馬可斯他講說，我們還是要好好談一談吶。對，我們是要跟你談吶。可是你的主子啊，川普講啊，我們要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那個是什麼條約？那個條約根本沒有用。為什麼？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意思是什麼？意思是美國會來幫忙嗎？美國現在哪有那個美國時間來幫你忙？他根本沒空，好不好？他光是管伊朗，他就管不完了。他沒有力氣，也沒有精神來幫這種區域小衝突幹嘛？幫你小馬可斯，還費心，還出船出資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到，不僅在黃岩島跟仁愛礁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如果菲律賓再挑釁的話，難看的不是菲律賓，是川普。好，所以剛好發生這件事情，就是中菲之間的衝突的時機也很敏感，就是美國現在正在忙於中東的戰事，所以也有專家特別解讀說，會不會中國大陸也想要測試看看有關於美菲在南海這邊的一個底線？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幫我們做一下解析。那其實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動作不只是在南海而已，還有在台海兩線哦。它這邊加強的是它的實彈射擊，加強海域的管制。那另外一方面，美軍的環太軍演也持續的進入到了實兵的階段，甚至公開層級演習的畫面。我們先來看到有關於美軍的戰力，這次出動了包括它的 B-1B、它的槍騎兵轟炸機，還有 FA-18 超級大黃蜂、標6戰斧巡弋飛彈等等的神盾艦。中國大陸的部分，這次強調的就是它的遠洋海軍的能力，出動的核心戰力也包括了畫面上看到055的飛彈驅逐艦，還有052D 配備346A 型的相控陣雷達，被視為是中國版的神盾。等於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南海、台海、西太平洋同步升溫，酈將軍怎麼解讀？南海、台海，這個因為剛剛幹哥講的，菲律賓前2天那個衝突跟解放軍，這2天在我們台灣海峽實施實彈射擊，其實這兩者，雖然說看起來它絕對不是獨立事件，而是密集連接在一起的。我們現在看全世界的大局來講，全世界有3大軍事的強國，俄羅斯、美國跟中國啊，這3個國家。那現在很明顯，我們看到
俄羅斯陷於俄烏戰爭的泥淖裡面這個目前來講的話，打了4年仗，其實俄羅斯本身來講的話，也是元氣大傷了。那美國這時候陷入在中東的戰局裡面啊，也是陷入戰爭泥淖，也是這個目前來講，後續結果怎麼樣不知道。本來還以為說是6月份簽了這種所謂停戰協議以後有沒有可能暫緩，但是這2天看到戰局又升高，在這種狀況下，你不認為對中國來講是正好一個發展它的一個最好一個機會嗎？它向哪邊發展？當然就是向海洋來發展。所以我們看到這時候南海、台海這邊甚至於東海3海一體的連線，東海那邊這個中俄2國實施聯合的戰備警巡在南海這邊中國加大對於這個南海地區的對菲律賓的這種戰備警巡那台海這邊就實施軍演。那大家不要小看這2天的台海軍演，我覺得對我們台灣比較密切相關。我跟各位說明一下這次軍演的地點大家看一下，是在這個東山島實施實彈射擊。東山島的意義在哪裡呢？我講第一個，你知不知道施琅那時候收復台灣就是從東山島出發的？東山島是外面那個島叫東山島，裡面叫大城灣這個是解放軍現在2期正規訓練的一個基地，就在這個地方。大家看一下距離台灣有多近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來講的話，你知道在2024年聯合利劍 B 演習結束第2天，習近平就去視察這個島，那代表了什麼樣的戰略含義？我想我們大家可以想而知。第3個我要講的，大家如果說解放軍如果說用正規要登陸台灣來講的話，他會從哪個地方做戰備集運，從哪個港口出發的？我想說距離台灣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北邊這邊是福州軍港這個中間是廈門，南邊就是東山的大城灣那福州這邊來講由於這個台灣這邊有這個馬祖守軍堵在這個地方，然後廈門有金門的堵在廈門港，所以說只剩下說從東山島是他正規登陸。那台灣有沒有想要奪取東山島？有，1953年的時候空降突襲東山島，但是奪島遺恨，失敗而回，所以這個島台灣沒有堵住。那因為沒有堵住，各位可以看一下，從這邊如果說渡海來講的話，會不會重演當年施琅收復台灣的戲碼？這對於我們台灣不可不侵略不可以這個侵略，也不可以忽視的。尤其是當美國陷入這個中東的泥淖裡面。美國經常在吹牛了，說它可以同時這個多線作戰。我不認為美國有這個能力多線作戰。任何一個作戰一定是講究集中跟節約。在重點部分，我一定集中我所有戰力；在次要部分，我要節約我的兵力。這個就算是你強如美國，也絕對沒有必要2線，甚至於多線開戰。所以，當美國陷入戰爭的泥淖裡面，在中東這邊不曉得怎麼脫身的時候，其實不要忽略我們台灣不能說這個時候好像中東那邊的事情跟我們台灣沒有關係。錯，我跟你講，這是我們台灣才應該要提高警覺如果這個時候解放軍是不是他趁這個機會來講的話，他繼續不管是東海、這個台海、南海3海來講的話，他可以在這個利用有利的時機來拓展他的軍事威懾的力道。好，所以現在美國很頭大面臨多線的作戰。那中國大陸從3方面，如張軍剛剛幫我們提到的，去做海上的承壓，包括了在南海、在東海跟中俄之間的這個結合還有在台海。所以我們現在把俄羅斯的角色也放進來的話，未來這個印太地區的新格局，苑老師又怎麼看？我順着將軍的話講這個國際關係講求現實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的鄰國發生戰爭，那對你來講就是國運鼎盛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對你有需求嘛。那現在俄羅斯跟中國之間，大家不要忘了，俄羅斯原来是中國非常大的一個威脅呀，对不对？在69年的時候，為什麼大陸這個北京的話呢非常奇怪，有這個環城的這個地鐵那都是要面對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核彈的攻擊，對不對？那現在的話呢，哇塞，兩個人關係那普丁已經來到中國多少次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目前為止，俄羅斯算是第2軍事大國，其實他靠的是勇猛了，就是敢出手了。對，俄羅斯拖了4年4個月，跟烏克蘭之間打的情況是不太好。俄羅斯真的是需要中國大陸的幫忙那中國大陸呢也需要俄羅斯呢。就是原來收拾日本的時候，這個日本人有一個習慣，這講起來的話呢，對於我們
國人用法上來講，就日本人的個性其實蠻賤的啊。他其實他第一個就是他不怕中國，但他很怕俄羅斯，很怕美國。怕美國，但不用怕的，美國叫他幹什麼幹什麼。怕俄羅斯的話呢，俄羅斯就覺得你既然怕我，我就好好收拾你。那他怎麼收拾呢？就你中國要我怎麼收拾，我就怎麼收拾啊。就这的確幹的就這個事兒。那目前為止的話呢，就是他們之間中俄之間的聯合艦隊出行啊，055大去啊，052什麼的話呢，大家不要忘了那個環太平洋的演習還沒結束，這幾天的項目剛好是集成。